所谓怪物，在怪的表象之下，往往拥有令人心生畏惧的强大，所以人们把它与东亚房间的房字组合在一起，用来形容堪称卷王之王的中日朝韩盟。他们或在经济上傲视全球，或在军事上睥睨天下，或二者兼而有之。放到欧洲，都是跺一跺脚，整个大陆都颤三颤的存在。即便是其中最弱最不打眼的蒙古，也因为天然的环境而高枕无忧。中日和半岛两国的国土面积差异很大，既有幅员辽阔的超级大国，也有10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小国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强。在鸭绿江对岸，是公认的火药桶之一——朝鲜半岛。上世纪50年代，半岛一分为二，处于社会阵营的朝鲜和被美国管控的韩国分别独立。从面积上来说，两个国家都是10万左右平方千米，称不上大，在欧洲尚且排不进前15名。然而，朝韩两国一文一武各有所长，没有人敢轻易忽视他们。韩国的经济在世纪之交实现了腾飞，2005年曾一度以恰好第10名的位置挤进了全球前10，2023年之前长达11年的时间稳坐第13名。它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，在60年代从劳动密集、价值较低的行业开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，也是在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转向了高技术、高价值领域。国人比较熟悉的有汽车、半导体，10年前三星、LG 也曾风靡大江南北。在船舶领域，韩国花了30多年的时间问鼎全球，虽然如今中国后来者居上，但它仍然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。从 GDP 上来说，欧洲也只有英法德意这几个老牌强国在韩国之上。如果把它平移过去，凭借着经济实力获取举足轻重的话语权，完全是没有问题的。在军事上，韩国兵种齐全，75万现役人数不少，以美式为主的装备和他的对手比起来优势很大。韩国的宙斯盾级入役之时，052C 刚生产出来没几条，可见它确实有相当的实力。不仅如此，韩国还能够自行研制炮、飞机、坦克，并出口到海外。军迷以及专业的军事报刊杂志对韩国的评价相当不错，经常在全球前10之列。2023年全球火力就将韩国军事实力排在了全球第6，但是它却仍然经常被嘲笑。原因并不是嫌弃它弱，而是没有战时的自主权。常年驻扎在其国土之上的美军才能真正决定韩国生死。一个不能在军事上独立的国家，终究只是附庸。说归说，韩国的实力拿出去可不是那些欧洲小国能够比拟的。至于朝鲜，更让人战战兢兢，毕竟这是一个以2000多万人口却坐拥人数第4的部队并且有核的国家。和韩国抓住了时代机遇得以高速发展不同，苏联解体之后，朝鲜就失去了一个强大的支撑和市场，经济迅速下滑，并且它与美日一直处于敌对的状态，导致被全面封锁，发展艰难。没有经济的支撑，就没有对武器更新换代的能力。当米格飞机逐渐老去，朝鲜又如何对抗对面的美式、法式甚至是苏式先进战机？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，朝鲜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，强化导弹，实验核武。2013至2017年的几次试验证明，朝鲜掌握了核武器，哪怕它的技术不是那么先进，投送能力没有那么强，却已足够令人投鼠忌器了。平壤所拥有的导弹亦让首尔坐卧不宁，陆基、潜射、短程、洲际应有尽有。他试射的导弹时常会从日本的上空飞越。2023年，日本甚至因此拉响了警报，把民众吓得不轻。这些导弹如果装上核弹头，画面着实吓人，毕竟全球也没有几个有核国家。朝鲜如果在欧洲靠着庞大的军队和不对称武力，绝对能嘎嘎乱杀周边国家，一看一个把头缩回去。你可以觉得朝鲜很穷，但一定不能忽略朝鲜的军事实力。怪物房中另一个同时兼具了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力量的国家，是与中韩朝隔海相望
并都有过血海深仇的日本。在中国之前，日本霸占了 GDP 第二把交椅很多年，日系产品一度渗透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尼康松下曾家喻户晓，丰田本田满大街跑。最辉煌的时候，日本几乎占领了纽约，最繁华的地段、最高的大厦都被日本人买走，以至于老美友邦惊诧，这还是美国的纽约吗？随之而来的就是80年代在美国的操纵下一顿大刀阔斧的改革，日本的经济神话被戳破，陷入了长达30年的低迷。可就算这样，它依然是科技水平最高、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。2022年以 4.26 万亿美元的 GDP 总值高居全球第3，仅次于中美两国。此外，日本的军事力量不仅在亚洲位居前列，哪怕放眼全球也是一流的。当年作为战败国，它是被解除了武装力量的，后来是以警察的名义组建了自卫队。如今虽名为队，实则早已是一支集合了陆海空、装备全且先进的军队。不仅有最先进的 F-35 战机、几十种类型的导弹，还有准航母级别的舰船，如今又在大力研发只有中俄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了的高超武器。海自有高额的军费，有技术，又能得到外援，实力十分强悍。中国海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甘拜下风。人们会根据纸面上的数据量化之后，对各国进行一个军力排名，而无论哪个维度，日本都名列前茅，有时候甚至会被排到第4名。整个欧洲和它比起来，都很难找出一个综合起来更强的国家。俄罗斯军事占优，但经济落后不少，德国与之相反，是经济相当，武力不如，英法则是双落后。日本钱多，拳头硬，有野心，有黑历史还不认罪，要是真的放到欧洲，那简直就是把狼放到了羊群里，妥妥一方霸主。除了中朝韩日，还有一个不怎么引人关注的蒙古，面积100多万，但只有300万人口，经济上高度依赖自然资源， GDP 总值仅相当于韩国文化产业1年的出口。军队也弱，总共1万余人的兵力拉出去实在不够看，内陆国家还非要建设海军，结果只能在湖里拉上几条船训练，一时传为笑谈。它又是公认的不用担忧外部安全的国家，这得益于它独特的环境，恰好被中俄2个大国夹在了正中间。只要中俄保持和平，那么它作为缓冲地带就再安全不过，一般人是不敢冒着同时得罪2个强国的风险向它伸手的。当然，他要是自持身价想与某些域外国家勾连在一起，是会被混合双打的。作为经济最具活力和潜在战争风险最高的地区之一，东亚常年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目光，特别是多年来一直为全球增长做出最多贡献的中国。奇迹这个词就像是为中国，尤其是最近30多年的发展量身打造出来的。建国之初，1952年总 GDP 也就679亿人民币，改开初期198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4587.6亿。但是到了新千年世纪之初，中国以火箭般的上升速度一跃成为第6大经济体， GDP 超10万亿。也就是说20年间 GDP 翻了20多倍。此后中国又花了10年的时间完成了赶英超日的目标，一举坐上了第2的位置。如今整个欧盟捆绑在一起，也不过与我国的经济总量相当。除了漂亮的 GDP 数字，中国的产业布局也令人惊叹。上个世纪主要是承接别人转移过来的低端产业，劳动力大，价值低，比如广为人知的衬衫换飞机。但如今不仅涌现出了一大批享誉全球的独角兽企业，也一个接着一个攻克下昔日的工业明珠，完成了从量到质的飞跃。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，中国在全球也是绝无仅有的工业体系最健全也最有韧性的国家。换言之，我们只有强与弱的区别，而不存在有与无的问题。大概正因为这样，才会让美国这个世界老大感到害怕，一会儿提高关税，一会儿禁止出口，千方百计想要卡住我们的脖子。但打铁终归还需自身硬，
所以，哪怕是在美国从合作走向对抗的高压态势下，中国还是交出了亮眼的答卷，在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，惠及周边乃至全世界。按照美国一贯的作风，文的掠夺不成就要来武的了，中东各国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。但中国至今仍未被拖入战争的泥潭，这自然不是老美大发善心，而是我们有强大的军力作为后盾。200万的常备力量，放眼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。人数相当的俄国，需要守护的领土差不多是中国的2倍。公认最强的美军，则是要以更少的人数来维系全球力量。至于武器装备，不可否认，由于国力的限制，中国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。不过一旦有了足够的财力支持，几十年的积累就会迎来大爆发。从仿制苏式开始蹒跚起步的空军，如今不仅完全走出了自己的路，还把昔日的师傅给甩在了后面。我们的第5代战机已经服役多年，而美国的 F-22 则因为产线被拆除而成为绝版，衰一架少一架。多国联合研制的35作为阉割替代版本，在性能上终究有所不及，成本也越来越高。海军在近10几年的变化更是堪称日新月异，2艘航母在1艘下，水1艘在建，055大驱级，其他各种型号的先进舰船都在像下饺子一样入水。东风21如同海上杀神，关键时刻让美国海军也只敢游弋在射程之外的区域。东风41可直接快递至北美，是保家卫国的坚实后盾。以中国这般经济实力和武力，放眼欧洲，纵然有英法2个五常以及德国一个新晋第2大经济体，也难以望其项背。当然，尽管东亚各国实力都不惧欧洲各国，但江湖也不只是打打杀杀，欧洲各国作为既得利益者，早就编织好了一张大网，饶是单体实力强劲的怪物，也难以冲破这张网。36省的简称省会，黑龙江省简称黑，省会哈尔滨；吉林省简称吉，省会长春；辽宁省简称辽，省会沈阳；河北省简称冀，省会石家庄；甘肃省简称甘，省会兰州；青海省简称青，省会西宁；陕西省简称陕，省会西安；河南省简称豫，省会郑州；山东省简称鲁，省会济南；山西省简称晋，省会太原；安徽省简称皖，省会合肥；湖北省简称鄂，省会武汉；湖南省简称湘，省会长沙；江苏省简称苏，省会南京；四川省简称川，省会成都；贵州省简称黔，省会贵阳；云南省简称滇，省会昆明；浙江省简称浙，省会杭州；江西省简称赣，省会南昌；广东省简称粤，省会广州；福建省简称闽，省会福州；台湾省简称台，省会台北；海南省简称琼，省会海口；新疆简称新，省会乌鲁木齐；内蒙古简称蒙，省会呼和浩特；宁夏简称宁，省会银川；广西省简称贵，省会南宁；西藏简称藏，省会拉萨；北京市简称京，省会北京；上海市简称沪，省会上海；天津市简称津，省会天津；重庆市简称渝，省会重庆；香港简称港，省会香港；澳门简称澳，省会澳门。你们都是哪里的呢？